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双胞胎豆豆果果。关注我们频道的小可爱应该都发现了吧？我们平时呢就超爱看密室逃脱这样类型的烧脑解密型综艺，之前也安利过蜜桃明星版、蜜桃大神版，同样还安利过类似题材的明星大侦探、名侦探学院。那么今天豆果给你们安利的这档综艺，就真的堪称综艺史上的神级综艺，那就是韩国 TVN 电视台的大逃脱。顾名思义啊，这是一档大型密室逃脱真人秀。那么你肯定要问了，现在那么多密室题材的综艺，这档综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 Good question。 那如果我们说中国的密室大逃脱就是买的这档韩国大逃脱版权，而且很多密室设计和模式都是直接照搬的呢？大逃脱自2018年开播第1季到现在刚刚回归的第4季，就真的一直好评如潮，从没跌下过9分神坛。第1季评分9.4分，第2季9.6分，第3季9.6分，第4季尽管才开播1期就已经高达9.4分，他一出手就吊打同档期所有综艺，如此耀眼的战绩，那么节目组当然功不可没。节目组也是用实力证明了什么叫做我有超能力，我毫无人性，每分每秒都是经费在燃烧。比如第1季慢慢从墙体浮现出的巨型人面，以及嘉宾们正超级投入的找线索，会突然下降到负1楼的办公桌暗门。为了一个丧尸主题，直接将釜山行的僵尸巡演请过来，致敬超体，真的搞了一个科技感满满的黑色塔。最新1季更是超离谱，节目组直接打造了一个架空的王国世界，这庞大的布景，屏幕前的我们直呼好家伙。每一季节目组也会释出密室改造的前后对比，谁又能想到呢？这些看起来毛骨悚然的密室改造前也是明亮温馨的海景房、空荡荡的地下防空洞，以及压根不起眼的废弃学校呢。要知道大逃脱的制作经费花的是整个 TVN 电视台所有综艺里最高的制作费，而且制作组美术部门凭借第3季节目还获得了韩国百想艺术大奖电视部门艺术奖，这也是历史上首次获此殊荣的韩国综艺制作部门。于是大逃脱的导演郑中渊 PD 甚至不止一次 get 了来自官方甚至隔壁罗 PD 的吐槽，罗 PD 赚的钱郑 PD 来花。 근데 뭐 제작비는 우리가 할 게 아닌 게 그거는 이제 TVN에서도 그게 트레이드마크 같아. TVN에 돈 버는 사람 나영석, 돈 버는 사람 정동전. 아니 그거 대탈출 보면 저거 돈이 얼마나 소리가 저도 나오거든요 지금. 어디서 그렇게 돈이 나서 쓰시는 거예요 우리 정 PD님? 아니 나 PD님이 돈을 벌어다 주셔가지고 쓰고 있죠. 没错，罗 PD 就是《新西游记》2天1夜1日3餐的 PD。之前我们有安利过罗 PD 的《新西游记》，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点这里。不得不说啊，这钱是真的没有白花，节目组投入了多少精力，作为观众的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多少诚意。众所周知，想要做好一档成功的综艺，合适的嘉宾阵容和优秀的节目组一定是相辅相成的。那么接下来豆果就要带你们了解一下节目的嘉宾配置了。大逃脱从第1季到第4季开播以来，不论是 PD 还是参演嘉宾都没有换过。节目阵容是韩国主持人兼搞笑艺人的姜虎东、Super Junior 的神童，演员兼编剧的刘炳宰，韩国组合高耀泰的队长金钟敏，以及 BLACKPINK 组合的 PO 表志勋和韩国格斗选手金东炫。这6位就真的每个人都超有梗。首先是姜虎东，韩国知名搞笑主持人，综艺界的老大哥了。虽然看起来外表憨厚，但是节目里一半的笑点都是他提供的。因为前职业是摔跤选手加体型魁梧力气巨大，所以遇上打不开的橱柜抽屉，虎东经常都是大力出奇迹，直接暴力开锁，以至于后期节目组的密码锁都换成了电子锁。虽然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不认真的样子，关键时刻总是会智商上线评出金句，成为名言制造机。比如顾虑太多，人生就会失败。 생각이 작으면은 이게 그 인생에 실수를 한대. 근데 생각이 너무 많으면 인생을 망친대. 觉得吓得快死了，但是不会真的死啊。 놀랬지? 어? 완전히 숨 못 쉬는 줄 알았지? 숨 쉬고 있잖아. 너 심장 멈추는 줄 알았지? 놀래서 뛰고 있잖아.
안 죽는다니까. 虽然名言也会有翻车的时候，至理名言，密室里没有无用的道具。在看到高处的钥匙，超兴奋的想到前几个密室的地上看到过长杆，刚好可以够到钥匙，于是想要帅气的找回长杆，在甩出至理名言时，已经为时已晚，耍帅失败。 모든 게 다스다. 모든 게 다스야. 내 장대가 여기 또 있어가지고. 接下来是作为 Super Junior 的舞担，却是密室的智商担当。人如其名，智商148的神童，平时就有玩密室逃脱的兴趣，并且拥有着高智商的神童，可以说是逃脱小组里的重点人物之一了。因为擅长推理以及分析，很多重要的故事情节都是靠神童分析出来的。比如仔细研究墙上的画像，会根据人物像中的眼珠高光位置，确定9宫格密码的顺序。 동자 안에 하얀 거 있어. 근데 아무도 안에 하얀 게 저쪽부터 가면 저 9번으로 돼 있고. 얘는 5번. 얘는 4번. 얘는 1번. 2번. 5번. 그 다음에 5번. 오, 대박이다. 最新一季因为無法順利拿到木牌，神童也是第一時間想到可以利用水的浮力使木牌飄起來，成功解鎖了關卡。 이건 진짜 대박이야. 진짜 대박. 还有一些隐藏技能，比如铁丝开锁，奇奇怪怪的个人技又增加啦，是个让人怀疑职业究竟是不是爱豆的存在。 대박. 接下来就是金钟明，没错，就是韩国 disco 舞曲天花板高耀太的队长。说到高耀太，突然回忆起当年玩劲舞团，被高耀太的歌快速敲键盘的节奏感支配的恐惧啊！不是，跑题了。在其中一期密室中，按照五线谱的线索，用笛子吹出旋律，正是高耀太的那首风靡一时的《纯情》，必须要在已经变成丧尸的 NPC 面前准确无误地吹奏这首歌，才能让暴走的 NPC 镇定下来。本来没有什么毛病，毕竟伴奏原唱都在呢。但是拥有绝对音感的院长 NPC， 在听到神童后半段的即兴发挥后，瞬间暴走，我也称之为爆笑名场面之一。金钟明还有着擅长发现线索和重要物件的观察力和火眼金睛，号称金发现。比如第一季，成员们被困在第一个房间2个小时，严重超时。最后，金钟明发现了隐藏在柜子后面的暗门，成功逃脱。대박. 대박. 韩国 MMA 格斗运动选手金东炫也曾登上过 UFC 世界终极格斗冠军赛的竞技场，看起来是一个一拳能打倒10个的壮汉。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被他的外表给欺骗了啊！因为他不仅不是密室坦克，甚至还是密室里胆子最小的那一个。和外表完全反差萌的是，金东炫是一个嘴坦，虽然嘴巴上一直说自己无所畏惧， 아니 저 겁이 없어요. 저는 자신 있습니다. 겁은. 네. 나중에 좀비 한번 오십시오. 좀비 저 겁 없이 딱 와서. 但是每次都被 NPC 吓到飞起，四处逃窜。有一期密室，在看到遍地虫子后，甚至被吓到蹲地哭泣。 人称虚炎症少女，以及我们可爱的忙内 BLACKPINK 组合的 PO， 偶尔智商在线，超常发挥，就会高兴得像个200斤的孩子，是官方认证的辅助，成为辅佐哥哥们解密的关键人物。在节目中经常展示自己呆萌可爱的一面，比如因为密室内容过于恐怖，吓到干呕。 진짜로? 진심이야? 무서워, 나 눈물 나. 뭐요? 在最新的第4季，被破门而出的 NPC 吓到大哥不止，超过20分钟。最过分的是，后期还加上了 PO 的打嗝次数，是连节目组都震惊的程度。
作为南韩著名梗王之一的刘彬仔，编剧出身，才华横溢，为数不多的智商担当，而且是个知识库，记忆力超强，会给你科普很多难懂的专业名词。 이런 거 이거 메커핀입니다 형님. 메커? 메커핀. 페이크라고? 네. 그러니까 메커핀? 여기에 뭐가 있을 것처럼 얘기해놓고서 사실 아무것도 없었던 거죠. 但是全身上下的搞笑细胞多到爆炸。有一期门上贴了绝对不要撕的符咒，彬仔大胆撕下后，直接为节目组贡献了经典表情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绝对不要系列也是节目的经典整蛊怕，比如绝对不要打开。 이제 할 거면 화끈하게 할 거면. 以及成员们把碎纸机的纸片好不容易拼出来的几个大字，以为是什么关键线索，集体超兴奋的大声读出，绝对不要念。果不其然，又悲剧了。 하지 말라는 걸 하지 말라고 하지 말았어요. 절대 읽지 마세요. 깜짝 놀랐어요. 아, 절대 읽지 말걸. 介绍完了成员们，那么话说回来啦，这档大逃脱不仅烧钱，还十分烧脑。首先是密室设计，比如玩家们需要会用算盘，才能有资格打开密室机关，找到出口；会用显微镜，才能看清明信片上肉眼不可见的线索。推理环节也是煞费苦心，上到哥德巴赫猜想数字填坑，下到 Excel 天选操作解出的基因密码，一次次的挑战都是脑力风暴。 导致刘彬仔开拍之前就说，要是来拍节目之前没有提前学习，心里就很慌。最重要的是，每个密室不仅仅是单纯的通关解密就完事了，还有逻辑严谨的故事背景，不仅十分烧脑，还惊悚程度 max。每一期的故事剧情甚至可以串联起来，毫不夸张的说啊，剧情堪称电视连续剧的程度。一次密室逃脱，少说3-5个小时，多则8-9个小时。节目组设置好的程序一旦开启，不得终止。嘉宾们不仅常常得在密室里吃饭，没有饭吃也要自给自足。比如他们会在饥不择食时，在密室里搜查出道具热水壶、泡面，带了饭才有力气玩密室嘛。要是碰上恐怖主题的密室，成员们的表现就更容易让人笑到喷饭了。有人尖叫，有人飞奔，还有人情不自禁骂出口，上演大型毛追耗子的场面，就真的又心疼又好笑。那么这档烧钱又烧脑，上一秒爆笑，下一秒尖叫的综艺就安利给你们啦！看到这里没有关注我们的小伙伴，赶紧点击订阅哟！喜欢我们这期影片，别忘了点赞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。那么豆豆果果就下期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